今天我要用杏鲍菇和小黄瓜来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，来分享四川首创的传统名菜，也是四川地区家家户户都一定会做的超级美食，就是回锅肉。这次我用杏鲍菇和面肠来代替肉，做成素食的回锅肉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ristin Wong TV， 我是 Kristin 巴拉妈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杏鲍菇和小黄瓜做这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一条小黄瓜，把头尾去掉，这里切成小段的。把小黄瓜切成条状，切一半之后再切一半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。把小黄瓜放入盘中，准备10克的姜，把姜切片。把姜放入盘中，准备7条杏鲍菇，因为杏鲍菇比较短，所以用了7条。因为要模仿肉，所以把这个头的地方切掉，切平。这里切片，这里切下去片状比较小片，从这里开始。这个头就可以拿来做其他的料理。把杏鲍菇放入碗中，放入5片的姜，1/4茶匙的花椒粒，1/4茶匙的盐，1/4茶匙的白胡椒粉。把杏鲍菇抓腌均匀。杏鲍菇抓腌均匀了，先放旁边腌制。准备一条面肠，把面肠切成小段，再来切成片状。把面肠放进来，也是给它抓腌均匀。可以了，准备3片黑木耳，用热水把黑木耳泡软。准备1/3条的红萝卜，把红萝卜削皮，把红萝卜头切掉，这里切片。把红萝卜切成条状。回锅肉这道料理啊，是属于巴蜀第一菜，是四川民间的传统风味菜。不管是达官显贵或是一般的老百姓，都很喜欢这道带有浓浓四川风情的家乡菜。回锅肉传说是起源于清代末期，由成都一位姓林，名字叫翰林发明的。据说这位林翰林因为在官场不顺又不得志，回到他的家乡成都后啊，开始祭拜祖先。他就遵照传统的礼仪，祭祀祖宗用了猪肉，用做祭祖的这个猪肉，把他的猪肉煮熟，他就不放盐了。他表示呢，不忘食物的本源，表达对祖宗的尊敬。但是其实像就吃素的族群来说，祭祀祖先呢，素食呢，我们都用那个素食的3牲来取代是最好的。那林翰林一开始祭拜祖先后啊，就将那个祭拜祖先的肉呢切成片，直接拌椒盐，或者是放回汤锅中，加盐和蔬菜煮熟，就这样子吃。那后来呢，因为这林翰林平时就一直很喜欢吃煎炒之类的菜。
记住了之后呢，想了想，每年都是煮一样的吃，不如今年换方法，不然都吃腻了嘛。就将肉呢切片放回去锅里面炒一炒，又加了盐、花椒、酱油等等的配料去炒，这就是回锅肉的由来。虽然吃素的朋友不吃肉，但也可以追溯以前，了解一下原来这道菜的由来过程呢，原来是这样子的。我了解了这道菜的背景之后啊，我发现我有一点很像平常的我。就是如果呢有剩菜的话，我都会再加其他配菜下去，再调味一下，调整一下，把剩菜再回锅炒一炒，变成不一样的菜。大家有没有试过？就是把家里的剩菜再次回锅，做出不一样的新菜色呢？你们都把什么剩菜变成什么新菜呢？大家可以在影片下留言跟我分享。把红萝卜放到盘中，准备1颗芹菜，我都已经拔成小段状，清洗干净了。现在把叶子去掉，不要。把青菜切成段状，把青菜放到盘中。黑木耳泡软了，这里比较硬的地方切掉，不要。接下来切粗条状，把黑木耳放入盘中，锅内放入适量的油，可以放大约2汤匙的油，把杏鲍菇和面肠放进来，花椒粒和姜片挑出来不要。花椒粒都沉到底下去了，快速翻炒，把杏鲍菇和面肠炒成微焦。我用了杏鲍菇和面肠来取代肉，因为会有不一样的口感。杏鲍菇会比较 Q 的口感，面肠就比较是软糯的口感。持续的这样翻炒，让它的颜色均匀。面肠有点微焦了，可是杏鲍菇还没有，再继续炒。让它炒成有点焦香。现在杏鲍菇的边缘有微焦了，放入调味料：1汤匙的豆瓣酱，1汤匙的甜面酱，先翻炒一下。接着转小火来放入盐和糖。盐1茶匙，糖半茶匙，放入100cc 的过滤水，把所有食材翻拌均匀。调味完就可以转中大火翻炒，翻炒至大滚了，现在放入红萝卜、姜片，快速翻炒一下。大略翻拌一下，有均匀了。现在放入黑木耳，继续翻炒，大约略炒一下，来加点胡椒粉增香，1/4茶匙的白胡椒粉，持续的翻炒，水分蒸发掉了，可以再补50cc 的水，放入1茶匙的鹰豆豉。翻拌均匀，翻拌均匀了，来些酱油，1小茶匙的酱油就好，快速的翻拌，大略翻炒一下，放入小黄瓜，
继续翻炒。我本来想要放糯米椒，可是今天超市没有卖糯米椒。然后我想放米豆，超市也没有卖米豆，所以我就用绿色的小黄瓜来代替。可能比较早到全联去买菜，所以全联架上的菜都还没补齐，都很多空的。然后青椒也剩最后一包，然后不是很漂亮，我就买了小黄瓜。所以这些食材可以依照当时卖什么就买什么来替代。继续翻炒，起锅前放入芹菜，最后放入，可以保持芹菜的翠绿。稍微拌炒一下就要起锅了，稍微炒一下，现在放入黑醋1茶匙，快速翻炒。大约炒个30秒左右，就可以关火起锅。可以了，超香的。来试吃了回锅肉。对吗？这颜色好多啊！吃吃看。好香哦，整个酱香味很浓郁。这是什么？颜色很多，因为我放红色、绿色、黑色的红萝卜，黑色的黑木耳，红色的红萝卜，绿色芹菜跟绿色小黄瓜。我看看，这个是姜，妈妈吃。妈妈加杏鲍菇给你。耶！然后还有面肠，都很好吃。对，很香哦，下饭哦，多挖几口饭。我呢喜欢把一道菜给它颜色丰富一点，这样子可以吸引孩子们吃，他们看到很多颜色就很有食欲。所以我看有些人的回锅肉是没有放红萝卜的，但是我想说就自己家常炒来吃。冰箱刚好又有红萝卜，那就切一点，跟小黄瓜一样的长度，跟芹菜一样的长度，就是一样长度，薄薄的，小朋友也比较好吃。如果长辈要吃也很好吃，就是都炒得很软。然后我还加了黑木耳，也是刚好家里也有，那就加一点黑色的，也是很少人放黑木耳去炒回锅肉啦，就是自己去做一个变化。黑木耳也好吃，豆腐好好吃哦。但黑木耳不硬哦，很软，你吃看，很好吃。要吃点胶质。这两个都很好吃。这个豆腐你喜欢吗？喜欢，很 Q。今天做了多一道番茄炒豆腐，又加了雪白菇，然后一点番茄酱、盐啊、糖啊，这样子去炒。这样子就是晚餐啦。今天这道的话，两个都好吃，两个都好吃哦。这一道的话，我今天偷懒一点，因为最近呢有一台那个自动炒菜机，就是 Greenies 的，然后我就把东西都丢进去，然后它就自动帮我煮出来了。大家有看我对红色，如果大家有看我 IG 的话，应该会有看到我煮这一道的那个画面，我有放在 IG 的限动，所以大家记得追踪我的 IG， 就会看到一些比较生活化的影片，荧幕后面的我。我已经有了，我就在加。我要耶！它像这种有汁汤汁啊，小朋友最喜欢的，因为他们可以拌饭。然后这个因为炒的比较干，所以我就会配另外一道有汁的。你们继续加。你们这两个可以加看，我觉得应该。不是，这个很好吃。这个可以，如果好吃吧。如果那种点心类啊，或者宵夜啊，可以当那种配茶的，你就泡茶这样子吃，当小菜吃，很好吃。如果这个汤汁放进去这里面，你会觉得怎么样呢？不好吃啊，两个和在一起。应该要加点咸的东西放进去。这个很咸哦，很下饭咯。那就加一点水。我喜欢这样子的炒的素食回锅肉，因为它
又有2种不同的口感，有杏鲍菇 QQ 跟面肠软软的，好吃啊！大家可以试着加一点糖汁，今天小孩子不喜欢那种干今天就没有炒多一盘青菜了，因为想说有小黄瓜就有青菜了，明天再吃多一点，就偶尔2道菜就好。好吃啊！好的，都快被我们吃光了，要留一点哦。豆腐好吃，而且自动炒菜机炒出来还一块一块的，好神奇啊！现在科技越来越进步，一块一块不会被搅碎。有些有碎，但是还是完整的一块。你看，90%以上都完整，没有很碎，味道也很像妈妈炒的，对不对？好啦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分享、按赞、加订阅，还要订阅我的日常副频道，追踪 Facebook 还有 IG。我们下一道料理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妈妈吃一点塑料。这个是杏鲍菇，还有面肠，都没有塑料哦，我怕拿到姜哎。